你是第一个这样对本王的人。哦，小九方才一时心急，在王君面前失了分寸，望王君恕罪。你方才的样子，本王很喜欢。本王虽没见过母后，但是所有人都说她是这世上顶聪明、顶温柔的女子。他们还说，父王和母后是真心相爱。可惜我没有见过父王跟母后在一起的样子，但我想，母后对父王一定像你刚刚对我那样，又气又心疼，不把我当成王君，只把我当成顶亲密的夫君，对不对？宋玄人只是帝君在凡间历劫之身，并非帝君本人，亦不是他的再生之身。他只是宋玄人，而你仍然是白凤九。王君，小九突然想到，图纸上还有几点我不是很清楚。没事，慢慢来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王君每日批奏折到这么晚，太辛苦了，你应该多保重身体呀。这奏折啊，放2天不批，就堆积成山了。我若不批，你来替我批啊？王君说笑了，奴才哪有那本事啊？哎呀，今晚的月色不错。是啊，难得今晚月亮这么圆，又恰好天空晴朗无云。你派人去通知一下九夫人，就说本王待会儿去月华宫赏月。是。画什么呢？今日王君带我去看了王陵，看到了他们的国宝灵璧石。一个凡间的宝物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可是我觉得它长得像锁魂玉。东华帝君的锁魂玉？我分明记得在12莲花镜之时，它是已经破碎了的。很可能是长得像吧。哎，东华帝君久负盛名，数万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追随模仿他，仿得像个锁魂玉，一点也不稀奇。你说的对，不管他了。司命说，周梦溪死了，如今你成情劫了。你可别说这事儿了，我还正为这事儿烦着呢。你说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爱而不得呀？来，姐姐我教你2招。快说。所谓爱而不得，必先让其爱，再让其不得。所以啊，先撩拨之，再冷淡之，反复多次，大功告成。可是单单是要拒绝他、疏远他，我都已经觉得很难受了，还要先撩拨之，然后再冷淡之，我肯定做不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若是一味疏远，他心灰意冷了，不再爱了，这劫啊就立不成了。男子嘛，对于那些看似够得着，他却未能得到的东西，才会心心念念想着。可若真是那样的话，帝君他可就太可怜了。可怜？白凤九，你忘了当日在太晨宫你下场有多惨了？更何况，你这是在助他历劫。我懂了。孺子可教。难道你对连宋也是这样的？他，我才不信对他用什么招数。还说不是？你看你脸都红了。你才脸红呢！我怎么可能会脸红啊？你看你明明都已经脸红了。哎呀，很不丑呀！殿下，殿下，是慕云，我先回去了。进来。殿下，刚刚听见殿下屋内好像还有别人。我在看画本对戏文呢。
原来如此。什么事啊？哦，杨内侍派人传话说，王君待会儿要来月华宫赏月。那你去备点东西吧。东西都是现成的，倒是殿下您该准备一下了。我需要备什么呀？更衣梳妆啊。王君为何今日突然想要赏月啊？今日正是满月，加之这月华宫又是赏月首屈一指的地方，本王便过来了。说起来，月华宫这个名字还是本王取的。王君真是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呢。哦，对了，王君，你手上的伤如何了？好多了，已经结痂了。再涂一下木芙蓉花膏，可以让疤痕消除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是吗？慕云，让小九为王君涂上吧。真坏，真美。今夜的月色确实是美，月华舞动，边沿随波。王君这名字起得真好。难得今夜这么高兴，本王为你弹奏一曲如何？好啊，我洗耳恭听。王君，那就弹一曲《关雎》。小九，小九，王君，您醒了。小九，喝点茶，醒醒酒吧。九夫人呢？九夫人并未来此，在月华宫呢。本王现在不应该在月华宫吗？王君赏月饮醉，昏迷不醒，被叶将军呀给送回来了。叶青提送回来？是的，王君。九夫人可一同来了？九夫人并未来此。拜见王君。青离，前日可是你送本王回来的？是，王君醉酒不醒，臣恰巧巡逻至月华宫，顺便就护送王君回了寝宫。哎呀，本王醉酒的事情一概都记不清了，可曾胡说过什么？王君昏睡不醒，并无任何言语。杨内侍与侍卫们都在场，青提不敢欺瞒。放松点，青提，本王就是随便一问，并没有责怪之意。今日叫你来啊，主要是想让你尝尝这个。烤地瓜，尝尝。请吧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普通的烤地瓜，臣常熟有何异样？
那比你以往吃过的烤地瓜如何呀？臣也不怎么吃烤地瓜，实在难以比较。那比你自己烤过的地瓜如何呀？啊，臣从来没有自己烤过地瓜啊。没有烤过啊？原来如此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来来来，给本王试。没有烤过的啊。不知王君为何突然问起这些啊？本王最近啊特别爱吃烤地瓜，而且钻研着怎么能把这烤地瓜烤得更好吃。哎，本想找你一起切磋一下烤地瓜的手艺，哎，太遗憾，太遗憾了。青提实在没有这个才能，恐怕要让王君失望了。经理，青提，你一点都没让本王失望啊，没失望。王君，啊，你成天在外边跑，灰太大。王君驾到。谢九，见过王君。免礼。来，王君前几日醉酒，今日感觉可好些了？多好了。小九，知道你研究机关图辛苦，所以本王呢特意做了点吃的来慰劳慰劳你。王君，干！无忧糕是王君亲手做的？当然是本王亲手做的，但这不是无忧糕，你先尝尝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看似虽然像无忧糕，但是味道又多了一丝甜意。本王就知道你能尝得出差别。其实，这糕点不是用无忧花做的，而是另外一种花，对吗？正是啊。本王特意选了百合花，依照秘法，经过3道工序，精心调制而成了。本王准备叫它百合糕。百合糕，好听，是吧？这无忧呢，说是一个人没有忧愁，而百合呢，是说两情相悦的人能够百年好合，这是2个人共同的喜乐。所以，百合的寓意是不是比无忧更妙一些？原来帝君也如此可爱，费这么大劲做百合糕，就是为了把我说过的那个人比下去。可是帝君你不知道，那个人就是你啊！再多吃点。我要再吃下去，可是要变胖变丑的。王君可想好了？你这么苗条，变胖一点有什么不好？变丑是绝没有可能。你不知道你在本王心中有多美。王君做了这么好的甜点来哄我，现在又说了这么好听的话来甜我，小九都不知道该如何招架了。不用招架，受着就好。你这机关图研究的怎么样？已经完全想好了。那我们今日再去王陵。哦，对了，婉洁瑜那边如何了？不知王君这几日有没有去探望过？婉洁瑜啊，他左右应该是在养病吧，咱们还是不要去打扰的好，尽快完成亡灵机关吧。王君气度非凡，韬略万千，才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又非常宏大的机关。可惜啊，关键的部位啊，始终是建造不成，本王都要放弃了。还好遇见了你。论机关的建造天赋啊，光从短刀图上看，你在本王之上。惭愧，短刀图其实也并非小九设计出来的，也有借鉴他人的想法。倒是王君，王君可是凭一己之力设计出这些机关的。那是，本王从小就爱钻研这些东西。可是，所有王子们小时候不是应该去钻研治国之策吗？为何王君喜欢钻研机关呢？年幼的时候，父王很少管我，我就有大把闲暇的时间来学习这些驳杂的东西，譬如弹琴啊、饮茶呀，包括这些机关。可是王君不是储君吗？为何贤王会不管你啊？啊，恕小九多嘴，问了不该问的，望王君恕罪。本王愿意对你说。本王刚出生的时候，母后就先去了，父王也很少来看我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忙于朝政，可是后来才发现，不是这样。父王应该是太思念母后，怕见到我，再勾起他的丧妻之痛吧。原来如此，王君出生于帝王之家，童年间还如此不易。王
王君也有这么可怜的一面，我真想上去抱一抱他。其实，本王年少的时候特别埋怨父王，但近来倒有些理解他了。为何？遇到你之前，本王很难理解父王对母后的爱，一个人如何能对另一个人有如此深的爱意？遇到你之后，本王终于懂了。殿下，王君又不在宫中，定是与那九夫人又一起出宫游玩了。此事颇为蹊跷。王君不是生性贪玩之人，就算再宠爱九夫人，也不会三天两头的往宫外跑吧？有道理，会不会？王君果然和九夫人在一起。王君待殿下可真是薄情，上回说要来探病，可一次都没来过。走吧。小殿下在画什么呀？机关图。今日王君经常带我去王陵，让我帮他设计机关。哦，那你们俩岂不是有很多独处的时间？那当然了。程昱元君好像教了你如何帮帝君历劫的方法，可有效果呀？你还说呢？上次赏月的时候，我就试着撩拨了一会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差点就要招架不住了。然后我幸好灵机一动，就把他灌醉了。我怎么会相信程昱能有好方法呢？你知道吗？他每回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然后对我说那些甜蜜的话，做着甜蜜的举动，我都感觉我真的要招架不住了。每回我这心里都是又懊恼又纠结，又期待又害怕，每天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苦了小殿下了。不过这么说来，帝君的情节也算是立了一大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让帝君历尽三情尽断之苦，他已对你完全动情，如今就剩下一件事了，利用他的爱反伤他的心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你与他人比翼双飞，心生恨意，这情节也就算是立完了。啊，这哪是他历劫，这就是我历劫啊！这么说来也是，不过没有别的法子，小殿下，你要下了这狠心，别忘了，帝君若渡劫不成，他的修为就无法恢复，这四海八荒就会遭遇更大的劫难。殿下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？你一会儿准备一些珠宝，随我去趟月华宫。去月华宫？我要以还礼之名去会一会九夫人，看能不能从她那里打探到一些消息。九夫人虽然生性好动，但也不是愚笨之人，不至于说出真正有用的消息。所以，我把她找出来了。这香囊有何奇效？这个香囊是聂先生送给我的一个宝物，表面上散发着桂花的清香，可是里面却是一种特制的奇香。只要九夫人将它收下，置于屋内超过几个时辰，这种奇香便会存于她身上。到时候我们追寻她的踪迹便可。竟有此等宝物，聂先生真乃神人。这段日子一直在养病，也没有好好的过来看看姐姐。说来惭愧，姐姐被封为夫人之后，这竟是我第一次来到月华宫，真是不应该。妹妹严重了，养好身子才是第一要事。想必妹妹现在身子已经大好了，托姐姐的福，身子已经痊愈了。生病这段日子，我对这宫中的人事也真是疏略了不少，也不知道姐姐最近在忙些什么。这宫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事，但要说大事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赏赏花、散散步，陪陪王君罢了。有姐姐陪着王君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姐姐生性活泼，陪着王君，王君也能开怀一些。啊，对了，姐姐最近可有陪着王君去狩猎？王君勤于政务，并未出宫。
是吗？那回头姐姐可得提议提议了，这样也能助王君活动活动筋骨。多谢妹妹提点。哎呀，姐姐这月华宫真是太素雅了一些。你看你也没什么首饰配件，女孩子家还是应该把自己拾掇的精致一些。妹妹言之有理，我不过是清淡惯了，平日里也不太爱用那些。我知道姐姐的性子，可姐姐如今当了夫人，比不得从前。妹妹我呢，带了些不值钱的玩意儿，还望姐姐笑纳。林香啊，妹妹谦虚，说这些不值钱，依我看这些都贵重的很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可不敢收下。我明白，王君赐了姐姐不少东西，姐姐自当看不上。不过这都是妹妹的一番心意啊。再说了，上次妹妹生病，姐姐还亲自去探望，还托人送了那么多补品过来，怎么着也得让我回个礼啊。妹妹说的着实是严重了些。那行，其余的就算了。不过这其中有2样东西，可是我从崇安国带过来的。姐姐你看，这个是绿翡翠的项链，还有这个是有驱蚊功效的香囊。姐姐，这你可得收下呀！你要是连这都不收，妹妹的脸该往哪儿放啊？婉妹妹厚爱，那我可就收下了。王君，叫小九有何事？哎，南方突发水患，灾情又异常严重。待会儿啊，本王还要召集大臣一同商议对策，恐怕这几日都不得空。王陵那边就只能交给你了。小九定竭尽全力为王君分忧，尽快完成计划。那边有轻敌守着，不必担心安全。是，王君你也切莫过于操劳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放心吧。那我这就前往王陵。去吧。九夫人，这里又没别人，你称呼我小九就好了。臣惶恐，岂敢如此僭越？这有什么惶恐不敢的？以前我们还一起好演过呢，还互相称兄道弟呢，为何现在就不敢了？当时臣愚昧懵懂，才会那样肆意妄为。如今您是夫人位分，尊卑有别，必须顾及身份。什么尊卑，什么位分，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。再说了，叶将军你也是叱咤战场的风云男子，竟然还拘泥于什么身份尊卑之说。再说以前我是白统领的时候，你可曾跟我摆过什么尊卑的架子？现在跟我说尊卑位分，莫是瞧不起小九吧？我先进去了。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！殿下可受伤？没有，先出去再说。喝点酒，压压惊。你值守王陵，竟还带着酒啊？臣就这点喜好了。多谢你方才施以援手。不便谢，殿下不也曾救过我吗？更何况保护殿下的安全是臣分内之责。要是殿下出了什么事，臣就百死莫辞了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这地宫之中机关密布，危险重重，殿下不该单独来此的。我就是来布设机关的，今日只是疏忽了，也不知道这王陵入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。等一下我再仔细排查清楚。殿下如何能继续冒险进暗道排查机关？你大可放心，我若有所准备的话，这些简单玩意儿根本就伤不到我。来，喝酒。殿下，臣岂敢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没有人在的时候不要叫我殿下，也不要自称为臣。臣，你看你还来，这酒还喝不喝了？我
就对了。当日与我一顿豪饮的你去哪儿了？当日我并不知殿下，不知你是女儿之身。我这一看就知道，你绝对是跟女孩子接触少了。你为何不成家呀？我们永宁侯府世代以武传家，男儿大多战死沙场，出了名的多寡妇。一般地位相称的王公世家都不愿把女儿嫁过来。那为何一定要找王公世家呢？啊？不一定非要门当户对啊，官宦人家也好，普通人家也好，只要是能跟永宁府结为亲家的，我想多少都会情愿的吧。此言甚是啊，我其实也没那么看重对方的家世出身，只不过以前多在边关镇守，如今又肩负守卫王宫安全之重任，一直没有这个心思。而且，我此前也从未对哪个女子动心过。看得出来，如果你一旦对对方动了心，一定是那种十分忠诚、十分热烈的，敢为对方去做任何事的人。或许吧。不是或许，是一定的。在这点上，你跟我是同类人。是吗？你会是那种一旦动心就肯为对方做任何事情的吗？谢谢殿下。还好这是剑弩无毒，下次你应该再小心一些。奴婢并未深思，只想着能够打探些消息。王陵内藏有地宫，地宫暗道中设有机关，这一看就是不同寻常的。你是说，依奴婢看来，这里极有可能藏有灵璧石。灵璧石？我以前爱过一个人，为了他做了很多很多傻事，哪怕没有回应也好，哪怕我的心被伤了一次又一次也好，到最后我依然还是没有后悔过。我也没有想出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大概因为我就是这样一类人吧。这世间竟有舍得让你受伤的男子，这人得愚蠢到什么地步啊！既然你说你有过深爱的人，那么你对王君……这个，你不用说什么，我都明白了。我这话问的也算是大逆不道了。来，喝酒，喝完就忘记这些话。小九，是我带你回王宫的。若你并不开心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什么忙都可以。轻点啊！这个放这儿，这个也放在这儿。放好啊。快手。妹妹来的不巧，此时宫内正乱着，让妹妹见笑了。姐姐这是做什么呀？莫不是要换一个寝宫？南方不是发水患吗？王君此时心急如焚，我想着能帮点忙，为王君分忧也好，就让下人们收拾一些值钱的东西出来。姐姐真是心系百姓，为王君分忧。你瞧我，真是糊涂，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。林香啊，学着些。回去也依此办事。奴婢遵命。妹妹，此时宫内正乱，我们内房说话吧。